AMD 目前最强的桌面级 CPU 来了，那这个就是 Ryzen 9 9950 X3D， 和以往的双 CCD X3D 处理器一样啊，9950 X3D 也是由一个带 3D 缓存的 CCD 和一个不带 3D 缓存的 CCD 组成的。那你可以直观的理解为一颗9800 X3D 再加上一颗9700 X， 而且就和全新的980 X3D 一样啊，3D 缓存也放在了计算核心的下方。那这给基于 Zen 5的 X3D 处理器带来了良好的散热表现，所以这代的 X3D 频率都可以跑得很高啊。那980 X3D 的性能是有目共睹啊，作为目前最强的游戏处理器，它的游戏性能无出其右。那么9950 X3D 可以在延续980 X3D 的游戏性能基础上，提供强大的生产力性能吗？我们今天就来实测看看。那这次我们的测试平台呢 ，AMD 处理器我们搭配 ROG Crosshair X870E Hero 主板，英特尔平台呢搭配 ROG Maximus Z890 Hero 主板。内存方面 ，AMD 我们使用6000C28 内存，英特尔则使用7200C34 内存。显卡方面呢，则是使用 ROG 夜神 5090D 来尽可能避免 GPU 瓶颈。散热方面，我们使用了龙神3代360水冷，我们也会来看看它在开启 PPU 情况下的表现，以及手动超频后的性能。再搭配1200瓦的 ROG 电源啊，足以保证整套平台的稳定性。那为了避免芯片组驱动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这次在每次更换 CPU 测试时，都会彻底卸载并重新安装最新的芯片组驱动，防止由于芯片组驱动所产生的调度问题。好了，那咱们先从游戏性能开始。首先是 FPS 竞技游戏 CS2 1080p 低画质开启 NVIDIA Reflex 的情况下，9950 X3D 得到了介于980 X3D 和9950 X 之间的帧数表现啊。看起来双 CCD 的9950 X3D 在像 CS2 这样可以吃非常多核心的游戏里，带 X3D 的 CCD 是被另一颗没有 X3D 的 CCD 所拖累了。那另一个老牌竞技游戏吃鸡当中，1080p 3级制设置下，9950 X3D 的表现就不错，得到了非常接近980 X3D 的帧数表现。那这个成绩呢，超过了不带 X3D 的9950 X不少，更是远远将悠久 285K 甩在了后面。接下来是《使命召唤21》，那这里呢，9950 X3D 一马当先啊，成绩一举超过了980 X3D， 拿下了第一。这意味着在部分游戏里，9950 X3D 是有可能凭借着比980 X3D 更高的频率取得优势的。那这个表现也要比对手的酷睿 Ultra 9 285K 强一大截。那么在3A 游戏当中，9950 X3D 的表现如何呢？在《博德之门3》的测试当中，9950 X3D 也凭借着频率优势小幅超越了980 X3D， 拔得头筹。在这个游戏里 ，X3D 的优势相当巨大，即便是前代的7950 X3D 也干掉了其他两颗没有 X3D 的处理器啊。尤其是把 U9 285K 拉开了超过50%的幅度啊，它们简直就不像同一个时代的处理器。另一个对 CPU 压力极大的赛博朋克2077狗镇跑图测试当中，9950 X3D 的表现就没那么好了。它和980 X3D 的差距比较大，可能是因为游戏部分线程调到了不带 3D 缓存的 CCD 上，所以它获得了980 X3D 和9950 X之间的帧数表现啊。那最后呢，我们还测试了一款策略类游戏，在 P 社的维多利亚3当中，我们模拟英国从1900年开始运行的存档，记录模拟运行1年所消耗的时间啊。那最终呢，9950 X3D 还是没能够打败980 X3D， 看起来啊，不带 X3D 的这颗 CCD 还是拖了后腿。最终啊，整个看起来9950 X3D 在只正确调度到带 3D 缓存的 CCD 的游戏当中的表现是很强的，凭借着更高的加速频率，它甚至在980 X3D 面前都可以取得一定优势。但双 CCD 的 X3D 处理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那些超过8核优化的游戏里，会出现 CCD 间数据交换的问题啊。那此时它的表现就没法达到980 X3D 的水平了。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关闭一个 CCD 直接把它变成一个980 X3D。但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购买一颗980 X3D 呢？那其实针对双 CCD 的 X3D 处理器啊，各家板厂在 BIOS 里也集成了一些特殊优化的模式。那比如像我们用的这张 ROG 的这个 X870E Hero 里面呢，就有2个特殊优化的模式，一个叫 Turbo Game Mode， 那 BIOS 里呢对它的介绍是关闭 SMP。另一个叫做 Gaming Adaptive CCD Parker， 那看起来这个模式的意思就是说啊，让 X3D 的这个 CCD 还没吃满的时候呢，就让另一个 CCD 先歇着啊。那我们来分别试试这2个模式情况下9950 X3D 的表现。那咱们先来试 Turbo Game Mode 啊。那打开这个模式之后呢，进系统你会发现超线程被关掉了，变成了一颗16核16线程的处理器。那这时候 R3 成绩呢也随之降低到了32000多分。那然而呢，在实际游戏当中啊，表现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一飞冲天啊，在 CS2 和2077里，它的成绩都并没有变强。那只有在维多利亚3里的模拟的速度稍微变快了一些啊，但还是不如980 X3D 快。那看来这个模式并不能让9950 X3D兼顾游戏性能和生产力性能啊。那另一个模式呢
这次 CS2 的成绩直接站起来了，直接一举超过了980 X3D。但2077里啊，成绩反而就更差了。那我们接着跑维多利亚3，直接爆炸啊，出现了极端卡顿的情况。本来这双 CCD 的 CPU 运行这个游戏就会偶尔有所卡顿啊，那这下直接彻底没法玩了。看来这个更改调度的模式呢，也未必是个好主意啊。那这两个模式测下来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买这颗处理器啊，要么你就默认用啊，要么你就关一个 CCD 当98 X3D 用吧。你还是别整这些所谓的优化模式了，真的不怎么靠谱啊。因为关闭一个 CCD 之后的9950 X3D 啊，在刚才表现有问题的那3个游戏里，直接瞬间翻身啊，甚至凭借频率优势微微超越了980 X3D。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地球上最强的游戏性能，你就把它的一半 CCD 关掉吧。啊，那么游戏性能看完了，9950 X3D 的生产力性能又如何呢？这可能是买它而不买980 X3D 的唯一理由了。那咱们现在就来看看吧。首先是 Cinebench R23，在 R23当中，9950 X3D 在 Auto 模式下的成绩稍高于9950 X，而 PPO Enable 的模式呢，则要稍低于9950 X，整体差距非常小啊。那两种模式下的单核成绩均稍低于 285K。那查看频率呢，你也可以看到，两颗 CPU 在跑 R23时，全核频率差距非常小啊。那这代 X3D 解决了积热问题之后，可以说在满载下几乎和标准版相比没有任何损失，不像是以往的 X3D 要以牺牲频率作为代价。那么2024当中呢，也延续了 R23当中的表现，9950 X3D 甚至在两种模式下都要比普通的9950 X稍高，单核成绩稍逊于 Ultra 9 285K 啊，多核成绩则持平。那么在 Blender 里呢，9950 X3D 在两种模式下都要比普通的9950 X更快，也超过了 U9 285K。7zip 压缩和解压测试里也同样拔得头筹，在 VS 变异 Dolphin 的测试当中，9950 X3D 继续领先，小幅超越了9950 X和 U9 285K。即便是在 Adobe PR 的测试当中，9950 X3D 也超过了9950 X和 285K， 成为了最强的桌面级 CPU。那整个生产力测试做下来啊，这台 3D 缓存新的布置方式，让这颗9950 X3D 再也不存在曾经的散热和频率短板，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可以持平，甚至小幅领先常规的9950 X。那这个表现显然是非常令人满意的。那它的性能表现这么强，功耗和温度又怎样呢？在 PPU Auto 模式下，它的功耗墙定在了200瓦，那这个和常规的9950 X没有什么区别啊。而在 PPU Enable 解锁功耗墙之后，它的功耗墙呢就跑到了283瓦，这个比普通的9950 X的300瓦稍低啊。那么在龙神3拉满的情况下 ，FPU 满载10分钟之后，两组 CCD 都能稳定在90度左右。那看来这代 X3D 啊，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什么积热问题了。我们还尝试了一下手动超频，最终我们在手动模式下超频到了全核 5.45G 赫。那此时的 R23成绩呢，来到了46000分以上，比 PPU Enable 的模式更高。那此时吃鸡的帧数也有小幅提升啊。不过你如果不想折腾的话呢 ，PPU Enable 已经足够强了。AMD 的3代 X3D 处理器啊，从580 X3D 的惊艳登场，到7000系 X3D 的稳步提升，再到9000系 X3D 的全面领先啊，3代 X3D 逐步建立起了在游戏处理器市场难以撼动的领先地位。980 X3D 和9950 X3D 给我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新的3D 缓存几乎不牺牲任何导热能力啊，这也就使得他们解决了此前 X3D 处理器最大的短板，就是频率比普通版低啊。高频加3D 缓存的组合，让9000系 X3D 处理器获得了超强的竞争力。9950 X3D 则是在继承980 X3D 游戏性能的同时，进一步把生产力性能也推向极限的真旗舰级桌面 CPU 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期待啊，那 AMD 呢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啊带给我们一款双 CCD 均为3D 缓存的产品呢？啊，也许叫做这个9999 X3D 好了。那这颗处理器啊将会是真正的无法战胜的新王。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长点赞键来个速食3连，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